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，肖战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他原地转了2个圈，在离浴室最远的沙发坐下，搓着手。一博刷牙的声音、洗头的声音、涂浴液的声音，好像都被放大了10000倍，清晰地在他耳边响着，好像那花洒喷出来的强大水流砸在他的耳膜上。啊！他崩溃地站起来，抓着自己的头发。浴室里水声停了，他听见一博在用浴巾擦身上的水珠。他慌乱地整理头发，又坐回沙发上，调整了几次坐姿，感觉还是不太自然，干脆掏出手机假装翻看。一博带着香暖的热气，穿着拖鞋从浴室出来了。肖战不敢抬头，他随便点开一个游戏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笑笑，做出沉迷其中的样子。喂，你去洗吧。一博赤着上身，腰上围着白浴巾，站在离他不到1米的距离。肖战感觉自己说什么都不对，胡乱答应着。他站起来，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手机，只用余光看见白花花的一博，散发着清爽诱人的香味儿，好像走了个马拉松的距离，才走到浴室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这几步变得这么远，而且总感觉后面一博在盯着他，火辣的眼神烫着他的后背。他像逃难似的钻进浴室，关上门，侧耳听听，门外有脚步声，但是并没有往浴室靠近。他提在嗓子眼的心才放下，瘫坐在马桶上，用手撑着脸，看着还带着雾气的镜子里的脸，已经从脖子红到了耳朵。他痛恨自己为什么总想到羞耻的那一幕，而且为什么自己总不能掩饰自己的情绪，只盼着一博不要看出来吧。肖战脱了衣服站在花洒下，热水从头上浇下来流向地漏，好像一个微型的平静海面突然涌起小小的波涛，一股股地拍过来。他仰头闭上眼睛，想让蒸腾的热气驱散心里的烦闷。洗过澡，身上和心里似乎都轻松了不少。他用毛巾擦着湿头发，忽然发现没拿换洗衣服进来。该死，他恨恨地说，刚才光顾着躲一博了，现在怎么出去呢？脱下来的衣服穿了1天，汗水干了湿，湿了又干，都馊了，没法再穿。可是如果光围一个浴巾出去也未免太……他仔细看看浴室，也只有浴巾和毛巾而已，那也只好。肖战腰上围着浴巾，头上包个毛巾，胸前抱着换下来的一堆脏衣服，低头弯腰地走了出来。其实他也不想把脏衣服抱出来，但因为胸前没什么遮挡，赤着上身感觉不好意思，只能拿这个做掩护。一博靠在沙发上，2只胳膊架在沙发靠背上，2腿分得开开的，像一个慵懒的大字，盯着他走出来。衣服不洗吗？拿出来干嘛？一博问。我一会儿再说。肖战不敢抬头，径直走向床边，快速地掀起被子，钻了进去，把自己从脚趾裹到脖子，假装说：“哎呀，好冷，大夏天的你冷个毛啊！”一博无奈地笑了一下，站了起来。他的浴巾直松松地围在胯间，雪白清晰的腹肌下。肖战的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看，他很想用被子把头也蒙起来，但又觉得那样反应太过激，强作镇定地挠了挠后脑勺说：“我体寒，不行吗？夏天我也冷，是吗？我不寒，我给你暖暖。”一博径直走了过来，吓得肖战从床上坐起来，团成一个球儿，扯起被子一直挡到自己的鼻尖，只露着2只眼睛，大喊：“喂，你干嘛？别过来，你不是冷吗？”一博抿着嘴笑，站住了。
冷也不用你捂，你给我走开！肖战紧紧地抓着被子，蜷缩在床上，手背挨着自己的脸，感觉到滚烫的温度。那好吧，一博云淡风轻地说，但还是往床边走。喂，你又过来干嘛？肖战一激灵，什么干嘛啊？睡觉啊？你要睡床上啊？不然呢？你想做什么？王一博！肖战大喊一声，吓了一博一跳。看着肖战把自己包得像个木乃伊，露出的有限的部位，差不多连头发梢都羞红了。一博扑哧笑了一声，好道，哎呀，没有，快滚过去！肖战抓起一个枕头，朝一博扔过去。一博灵巧地抱住，笑着在沙发上坐下，手撑着头，眼睛叽里咕噜地转着。忽然看见茶几上的空调遥控器，他悄悄地把遥控器拿起来，默默把温度调到了28度。肖战还蜷着，原本就爱出汗，盖着厚厚的大被，仿佛洗着桑拿。他以为因为自己紧张，所以身上发热。过了一会儿，汗从脸上淌下来，他感到有点儿不对劲。对面的一博好像很热的样子。喂，你是不是把空调关了？肖战瞪了他一眼。没关啊，我只是调到28度而已。一博笑着说。肖战气急败坏地把被子掀开，一股热气仿佛在眼前蒸腾。肖战全身都出着透汗，床单已经被浸得湿漉漉的。他把手边可以抓到的一切东西都抓起来朝一博砸过去，枕头、电视机遥控器、一次性拖鞋、塑料烟灰缸都熠熠飞向一博的脑袋。虽然一下也没打到，但肖战也感到稍微解了恨，再抓起一把，刚要扔，发现手感不对，没戴眼镜只能凑到眼前看，原来是一盒杜蕾斯。他脸又红了，赶紧丢到床边的垃圾桶里。一博看着他，已经笑趴在沙发扶手上，他捂着肚子，看着狼狈的肖战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王一博，你这个混蛋！肖战大喊道，我以后再陪你一起出来，我就是狗。一博止住了笑声，他擦擦笑出的眼泪，突然一脸严肃，战哥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什么话？肖战看他的表情变化，紧张起来。一博盯着他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突然说，汪汪汪汪，哈哈哈，我说的话得用你的语言告诉你，听懂了吗？小狗狗。在语言攻击方面，肖战很少输，尤其是面对笨嘴拙腮的一博。想不到今天他紧张的一次次被这个家伙戏耍。他猛地从床上站起来，跳到地上，冲过去狠狠地踢了一博两脚。一博笑得无力反抗，假装受伤的东倒西歪。俩人闹了一会儿，一博突然撒起娇来，他握住肖战的手，虔诚地吻了他的手背，然后又抬起头看着肖战道，难得咱俩一起出来，到外面去走走吧。他仿佛看见勇敢的第一次牵起他手的一博，仿佛看见不顾别人的流言蜚语对他示爱的一博。凌晨的街道静谧而清凉，白天的闷热和繁华缓缓沉降到地面，在空旷的街道上散开。微风裹着一丝远处飘来的烟火气，吹在两个少年的脸上。大半夜的，去哪儿啊？肖战回头问。随便逛逛吧。一博双手插在裤袋，低头提着一个易拉罐。叮叮当当，静悄悄的街上，只有易拉罐撞击地面的声音。两人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啊，肖战打了个哈欠，累了，坐一会儿吧。他揉了揉眼睛，擦了擦眼泪，然后他们找块干净地方坐下，双手按着太阳穴。一博抬头看着大楼，拍了一下肖战的肩膀，
你说这楼里会不会有鬼啊？哪来那么多鬼啊？肖战没抬头，随口答着。电影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有一些带着怨念的阴魂，就住在大楼里，有时候会跑出来吓人。一博蹲在肖战身边，侧着头说：“你怕鬼啊？咱俩还是走吧。”一博站起来，